在新加坡500块算多还是算少，要看情况。不过如果讲每个月投资只有500块的话，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少？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打破有钱才能投资的这个迷思。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你好，我是朱敬和，我是林平莹。今天我们请来了 Phillip Securities 汇利证券首席股票经纪 Ada 谭宁莹。你好，大家好。Ada 你好，所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我每个月只有500块可以投资的话，会不会太少？要怎么投资呢？其实现在存款的利率回报是较低的，越来越多人就希望可以通过用股票买卖来赚取那个利润，还有那个股息。但是现在小额投资之前看起来好像很难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比如那只股票是10块，那么现在的那个标准的单一交易单位是100，那么10块乘100的话就是1000嘛。新措施推行之后，100股变成10股那个标准交易单位，那么就10元乘10的话，就变成是100块。确认一下，你讲的是新加坡的股票，现在目前是我一定要至少买100股是吗？是，现在是100股。所以有讨论，就可能以后可以10股也可以这样子这个是10块钱以上的股票，这会10股都可以。就相当于说，现在可能一只那个 DBS 的股价现在是在50块钱以上，以前你要买到100股，那就5000块钱你才可以成为 DBS 的股东。那现在你可能500块钱你就可以买入它的股票，但还没有执行对吧？还没有，将会定实行。对，是，好像是今年第1季度的时候会有那个公共征求意见是吧？对，是公共咨询。对，其实新加坡政府也是很全力的推动这个股市的发展，所以这一个措施将会是受益于不只单单公司本身它的那个流动性会增高，也会受益于那个投资者他的能力范围以内的可以承担的一个成本很好吧？是，对投资者来讲应该是很好吧？因为想当年我投资的时候，就是至少100股嘛，然后好像这每一笔交易你都要还25块至少。还有就是每个月就算你没有买卖，你也是要还一笔费用。在以前买滚贵的，之前是10001000，跟我们好多年前是1000对，那说明你还年轻，没有那么老，还年轻，说明还年轻。对，所以现在又有很多那种变100低价的这个证券商。所以他们就是感觉年轻人比较容易入门。对，那其实如果我们谈到股票投资的话，大家的那个初步印象可能就是股票市场波动比较大，然后风险也比较大。那如果他是一个他可能起步资金比较少，但是他也是想要追求比较稳健的那个投资收益的话，那看 Ada 这边你有什么建议呢？其实很多蓝筹股，优质的蓝筹股，之前就好像你所说的 DBS 嘛，都50块以上，其实是很难触碰对于那个小投资者，所以现在变成10元以上的，就变成是10股的话，我们可以考虑那3大银行股，我们的那个海峡指数股里面，那30大股票里面，就是海峡时报指数。对，那30大股里面还有蛮多是10块钱以上的，他们那个投资者也可以考虑。比方来说10块钱以上，我们就有那个Jardine Cycle and Carriage， 30只股不难找，那么10块钱以上也是他们可以通过这一个新措施来参与买入他们的股票。那么最后还有那些 ETF 就是那个交易所的交易基金，这一些就是现在来讲是1股为那个交易单位。黄金 ETF 它呢这近年来那个价格都是屡创新高注意金价，这根本好像不能买入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还想是参与这个黄金市场的话，我们可以买黄金 ETF。 另外一个我就想讲一下是 STI ETF， 它是追踪那个海峡指数的那个走势来定价的，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它会比较少的风险。但是有一样东西可能我需要讲一下，黄金 ETF 是没有那个股息的因为它是追踪那个黄金价格，而黄金是那个大宗商品类的，所以它没有给股息。对，是，而且黄金传统上来说也是无息资产嘛，它本身并不能产生任何的收益。
它就提供了很多投资工具。因为我常讲要分散投资，分散你的风险，比如说黄金啊、债券啊，或者股票。股票你又分成长股、蓝筹股，你还可以分区域，可能美股、港股、新加坡的股票。所以我们讲分散投资。可是如果每个月你只有500块，我分 A 100、B 80，然后 C 50，会不会太少？会不会没有意义？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我每个月就500块投资，我应该一开始就分散投资吗？还是我先建立好某个部位，比如说股票，然后才去建立另外一个部位？你的建议是什么？其实每一个投资者，他们都应该有一个想法，他们的那个投资组合里面应该有什么东西，他们最喜欢的。我常常说一个投资组合里面，尽量就是有2到30%。现在来讲因为现在那个局势那个地缘政治不稳定，一定要知道人生难料，有一个我们所谓的那个 emergency fund， 大概是3到6个月的一个生活费放在一边先，有了之后这个是投资前该做的 OK， 然后你再去想你要什么。但是我现在认为你有一个投资的一个组合来讲，可能可以考虑一些比较稳的银行股其实能源股最近也是蛮受追捧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看一下一些地产股吧，他们也是在2025年比较落后的一些股票。所以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说，第一要有那个利息回报 ，OK， 股息回报。第二就是它一定要是有资产在做支撑的一些股票，那么就是安全很多了。小额不用紧，积少成多嘛。一般来说，就是可能40%放在股票，60%放在 ETF 黄金之类的，或者是其他的比较稳健的资产。对，所以刚才我有说过，如果你们现在那个新措施，如果真的是启动之后，那么 ETF 就是那个交易所的交易基金嘛，就只是一股而已，你可以选择通过这一个来买入来分散你的投资。最主要还有另外一点就是那个 Unit Trust， 就是那个单位信托基金，它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法，只是说要大家注意。那么 Unit Trust 呢，它自己本身有一些是有股息，有些是没有的。没有股息的一些Unit Trust， 它因为它的股息都是reinvested， 就是可能回去它的那个基金里面，所以它的价格那个波动会比较高。那么有股息的话，它要分发股息，它的价格就会比较平坦。所以你的建议是，就算每个月我们小额投资，就算每个月只有500块，你还是会建议他们先试单试一下，因为就算你买 ETF 也有可能会亏钱。对，你还是会建议他们年轻人去试一下吗？那个是没办法的，没办法。我常常说人生难料，你真的不知道几时需要用到钱。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当你起来的时候，就突然间发觉你有大股灾，把你手上的你不能把手上的那个资产脱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有 ETF 的话，它篮子里面哪一间公司 OK 有问题的话，你其实那个 ETF 还在进行中的，你不是完全就是可能遇到一些情况，就是那个股票突然间有事情发生，那么你就不能做买卖，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公司的那股价突然间停住了，等一些消息，这个是投资者最害怕的，尤其当他们需要去卖掉股票的时候。对，也就是说，如果投资者你买的是 ETF 的话，就算是遇到了股灾，或者是某一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出现了问题，它还是有流动性，它可以去脱手，然后变现成现金的。对。但如果你买的是个股的话，可能这个公司它当天说不定就停止交易了，或者是停牌了，那你就没有办法把你持有的股票换成现金了。对，是这么说吗？这个是最害怕的事情。对，我们是常说，我们不判的股票真的是有一个波动，但是就不可以让它卖不出去是吧？烂在手上了。对，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还是要试试看啦，就是感受一下你的心态。那股市震荡的时候，你是可不可以 hold 得住？其实这个风险我们常常在看就是你是在看那个平台的风险，还是在看个人的风险要问自己好几个问题。
OK， 你是新手吗？你是爱做短炒的吗？就是常常喜欢做频密的交易吗？还是你自己是一个相信那个长期价格投资的？就是我买了之后就可能在那边放10年就不动的。你要问自己是哪一种投资者，我们再来决定你应该是用什么平台用什么方法来做投资。他讲到平台的风险所以是指那些证券商，而且现在都打着 low cost brokers， 对，就是你可以用很低的价格手续费就可以所谓的买股票。我们已经决定好我们要投资了，一定要懂得，你们现在开那个账户之前，你究竟是想买股票放在哪里？股票不是我的吗？放在哪里？就我这里，对，就没有放在我账户里。我们要为那个股票找一个家，就是跟他们找一个信托的平台。OK， 买了股票 ，OK， 其实平台来讲，我们有3大平台在新加坡，或者是我这样说第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常常说 CDP 呢，就是那个中央托收公司，英文是 Central Depository， 它其实是我们的新交所作为那个监管机构来行运的。那么所有的那个证券的一些结算的系统都是由他们来负担那个责任。买股票放在 CDP 里面，那个股票是属于你名下的，直接属于你名下的，所以呢你就不会有一些担忧就是说如果那个证券商就是我们所谓的股票行倒闭怎么办，因为没有这种关系，持票人就是你名下，所以我们以前就常说我们的阿公阿嬷，我的股票在哪？政府那边，政府就是那个 CDP。另外一个平台呢，就是我们所说 custodian service， 就是那种证券上的一些托收平台，就是比如你刚才所说的一些证券行啦。好，那么托管了 custodian， 对 custodian 的，对这种平台呢，通常那个股票 OK， 因为他们是托管嘛。所以股票的那个持有呢，其实应该是那个公司本身的。这种平台它的好处是它是一站式一条龙服务，就是里面什么都有，可以让你用他们的那个平台来做及时的一些决定，尤其短炒或者是你需要做杠杆融资融券这些他们都可以提供。但是如果你用 CDP 的话，就可能没有这一个好处。但是我要讲回来， CDP 有一些好处是比较想找到一个长期那个价格投资者需要的，就是第一，所有的那个股息是从 CDP 分发给那个持股人的，只要你登记好你的那个银行的那个账户，他们就直接把那个股息分发给你。另外一点就是公司的那个业报、年度业报、文告那些全部都是从 CDP 通知你。他们帮你把那个股息分发给你的户口，也没有另价收费，所以就适合那种长期投资的那些投资者考虑。但 CDP 跟 custodian 都可以去他们 AGM 吃buffet是吗？不好意思，这个问题会有点傻。你的意思是说是都可以去吃那个 buffet 对吧？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是 custodian 的话，你需要去那个平台，就是那个证券行或者股票行啦，去要求一个我们叫做 proxy form 啦。那么你才可以出席，就是不会直接通知你。就相当于你在 custodian 买的股票，你是从那个证券行那里买的，但是你并不是真的持有它，是这样子吗？他帮你托管了。对，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可能都很小知识啦，就是如果你们有时候看到年报你就会看到某间公司的nominee 这种的，就是代表这一个股东其实就是代托款的。那这样子 CDP 跟 custodian 有风险吗？因为感觉我们还是觉得属于自己的股票比较妥当嘛。但是可能我圈子当中很多都是用 custodian 的。是其实 custodian 的风险最主要就是要认清几点OK， 第一点就是要知道那个平台是不是受到当地的那个金融机构的监管。
OK， 还有他究竟有没有参与一些好像对于投资者一些的赔偿计划？因为我们新加坡的那个SGX， 它其实是有那个投资者的那个保障的一些制度啦。还有要知道，究竟托管的时候，它的那个托管服务是独立托管吗？当他们在管理他们客人的那些资产的时候，这个是挺重要的。但是如果是在新加坡经营的话，是不是都有我们的政府在监管？通常都需要有这个监管的，对。但是外地的就未必。所以我们做投资者还是要精明一点啊。对，所以说你的建议其实就还是尽量选择在本地有正规执照的、由金管局颁发执照的那些机构来进行投资。对，那么如果有事情发生的话，最起码你是会受到赔偿的。这个赔偿是有保险，或者说有什么官方的 program 之类的可以来赔偿？所以刚才我提到，就是 SGX 有一个就是投资者的那个保障制度嘛。那个保障制度，其实你可以上网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制度会保障投资者，当一个证券商他可能面临破产还是不能再运作的话，那个资产应该怎么分配回去给那个投资者。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根据你的了解，他们是不是有1对1的？因为如果我所有的账户的会员都跟我要钱的话，我必须要能够赔他们。其实之前都是有一些案例啦。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在本地继续行运的时候，金融局或者是SGX 也是有介入，那么他们也是有做一切的一个能力，就是帮他们在你持有股票的那个证券商那边把股票转出来。之前有几间他已经不能在新加坡或者不想在新加坡继续营运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有那个选择的。顺便了解这些风险过后，我们当然是希望手续费可以低价一点点。我这样说吧，你先付钱 ，OK， 后交易。这一种的交易方式的话，手续费真的是那个佣金我们所谓的那个证券上的佣金是比较低的，但是有一些费用还是不能免OK， 我打个比方吧，如果你现在无论你是用CDP 的账户，自己 CDP 连接的那个平台，又或者是证券商的那个托管平台来做买卖，我们做交易的话，还是会有几种收费是免不了。第一个就是一次性的那个佣金收费，那个是那个股票行征收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是一次性的那个清算费用，这个是 SGX 征收的。还有那个交易手续费也是一次性的，这一个呢也是由那个 SGX 征收的。那最后就是 GST 啦，9%，这个是不能免的，但是要小心一点哦，就是如果你是用那个平台是那个证券商的那个托管平台，可能有些另价收费。OK， 这个是定期的 custody fee， 就是那个托管费。这个呢可能是每月收费 ，OK， 定期的只要你有股票在里面都有。OK， 还有一个叫平台费，平台费就是 platform fee， 这个也是一次性的收费。这一个 platform fee 只要你有股票在里面都会有收费，除非你清空你的那个户口，就是没有任何持股在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留意的就是那个 dividend handling fee， 就是那个股息的那个手续费。这一个呢就是只要他公司有分发那个股息，那么你都需要还。感觉好多费用哦。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在做笔记来不及抄下所有的这些 fees 都是 fees 对，那这样的话感觉就是如果只用500块钱去投资，如果是放在 custody 那可能你的那个 revenue 都比不上你这些费用。对，这个要小心，真的。因为所以我就常说嘛，如果你是小投资者新手，希望在新加坡的市场学习，那么你就用 CDP。 但是有一样东西我需要澄清的是，因为 CDP 是不接收新加坡股票以外的市场的股票，就如果你有美股港股或者是日本股票，又或者是马来西亚股，那么你最好就是还是通过那个股票行或者是证券商的那个托管服务来做买卖。
因为听你讲的，比如说500块好了，如果你的费用是50块，就10%了嘞，你会觉得有点心痛啊。是，而且还有98%的那个 GST。对，所以那个平台费其实就是如果你没有持股在里面，就没有这种费用了。所以当你要做买卖的话，还是要记住。要定期做那个投资啦，就是定期的 review 你的那个 portfolio 是吗？对。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赚钱，虽然说你可能还要交很多费用，但基本上还是在讲收益啦，就是好像听起来投资就一定能赚，然后一点风险都没有一样。但是其实呢，我们知道有收益都是会有风险的。那是不是说，如果有了一个平台，然后你在这个平台上已经做好了投资，你就可以躺平，就等着赚钱了？还是说你觉得有哪些风险是作为一个新人的投资者他是很容易 miss 掉的，或者说很容易忽视掉的呢？如果你是说你买入股票我先说，其实期货之后最高风险的就是股票市场，千万不要用一个心态，就是说买了之后就不要管就是认为我只要在那边就是等那个利息股息回来我就很开心还是要理财啦，因为毕竟我们理财的一个目的就是除了是要达到我们的那个理财的那个目标，还是要知道我们的那个风险承受能力有多高。那么如果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不高的话，我真的劝大家就不如就买基金，或者是买交易所的交易基金。大家就是经常会聊到一个可能比较矛盾的点，就是如果你是想要做长期的价值投资，那你是应该每天去看吗？还是说你只需要固定一段时间去看就好了？因为你去看的话，你可能就会看到，哇，它今天价格波动那么大，那我是不是要做一点操作？那这个跟价值投资的理念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呢？所以呢，这个新的那个措施，你会发觉是10块钱以上的股票才有10股的那个交易单位，就是希望我觉得是买一些蓝筹股啦。毕竟蓝筹能称为蓝筹股的股票，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最起码一段很长的时间已经证明了它的业绩是很强劲的 stable 的，就不会有太多因为外面的因素而影响到的公司的那个的业绩的那个表现。所以呢，我还是这样说，选择对的股票，那么就不用有这个担忧啦。但做小额投资还是要去了解我们买什么股票，但是这个制度就是给你买好的股票。那么你做一个储蓄计划来讲，股票储蓄计划来讲也会比较精明，因为储蓄计划里面的一些股票给你选择的一些类别，也通常都是一些比较优质股。好的，谢谢 Ada，谢谢 Ada。感谢 Ada 今天的分享，他的分享让我想到了，我们投资不一定能够一夜暴富，虽然我们希望可以一夜暴富，但是不管怎样还是要投资来对抗通膨。没错，如果你手上有500块钱呢，那其实这500块钱是一颗种子，你别小看它，只要你从这个月开始行动起来，说不定在以后你就能获得长期复利的收益。如果你身旁有朋友一直讲说我想要投资，可是我的钱不够，我不够钱去投资，欢迎你转发这个视频或者是这个播客给他听。那如果您对本期的节目或者说其他的财经课题感兴趣，或者是有什么见解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为我们发表你的看法。本期节目主持詹敬和、林拼莹，编导吴婉君。今天的播客在新报业媒体 Studio Plus 65录制，理财万事通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理财万事通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请咨询专业顾问。节目可以在 YouTube、Spotify、Apple 和早报找到，欢迎点赞分享我们的内容，并开启通知，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更新。